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小胖叔叔又来给你们讲故事了。这次要讲的故事叫做如果不遵守游戏规则。妈妈，明天我想去动物园。明一翻着动物园里的故事对妈妈说。明一，妈妈明天要加班，下周吧，妈妈说道。爸爸，明天我想去动物园。明一有些不高兴地撅着嘴跟爸爸说。明天爸爸要去见一位老同学，下次吧，爸爸说道。下次，总是下次，你们大人总是有比陪小孩子更重要的事情。明一生气地走进了自己的房间，锁上了门。明一躺在床上，看着墙上贴的动物图片，灵机一动，有主意了。明一把手电筒、拍立得相机、玩具枪、迷彩帽和一包曲奇饼干装进了背包里。晚饭后，明一在小区里找到了小喇叭，两人交头接耳一番后，各自神秘地回家了。第二天早饭后，爸爸和妈妈一起出门了。明一礼貌地跟他们说再见。等爸爸妈妈一走，明一就用最快的速度戴上了迷彩帽，背上背包也出门了。明一躲在小区的绿色篱笆后面，将双手合拢，在嘴边学起了鸟叫。对面的楼里传来了嘎嘎嘎嘎嘎的叫声。不一会儿，一个胖胖的身影下了楼，是小喇叭。原来两人商量好今天一起去动物园。明一和小喇叭登上了开往动物园的公共汽车，他们在动物园站下了车，进了动物园。两个人一路欢呼雀跃着，他们走着走着，迎面碰上了正在参观的美美和她的爷爷。明一啊，你们的爸爸妈妈呢？美美的爷爷关心地问。他们在后面呢，马上就来。明一脸红了，拉着小喇叭慌慌张张地跑到了猴山。猴山上的小猴子真可爱。明一顾不上排队，他挤到队伍的最前面，探着身子把曲奇饼干扔进猴山，想吸引猴子们的注意。忽然明一身子往下一栽，差点掉进了猴山。幸好动物园的保安叔叔及时抓住了明一。小朋友，多危险呐！明一和小喇叭喊着冲啊冲啊，一路跑到了狮虎山。几只大老虎正懒洋洋地卧着。明一和小喇叭捡起地上的石子儿就朝大老虎扔过去。大老虎生气了，嗷的大吼一声，地动山摇，他凶狠的样子真可怕。明一和小喇叭吓得赶紧掉头就跑。两人又来看长颈鹿，长颈鹿正伸着长脖子咬树叶吃。淘气的明一又有主意了，他顺着铁丝围栏外的假山爬到树上，摘下2片树叶喂长颈鹿。长颈鹿看到鲜嫩的树叶，伸出长舌头一卷，就把明一手里的树叶给卷走了。明一还没来得及摘新的，长颈鹿就又伸出了湿乎乎、粗刺刺的舌头，舔向了明一，舔得他的脸火辣辣的，疼得明一一直掉眼泪。明一赶紧忍着疼爬下树。一群羊驼在木栅栏里散步吃草，一只小羊驼正好靠近木栅栏。明一悄悄地走过去，突然伸手揪住了小羊驼的尾巴。小羊驼生气地回头朝着明一喷口水，一大团黏糊糊的口水粘在了明一和小喇叭的身上。游客们都好奇地看着脏兮兮的明一和小喇叭，两人只好避开大路，改钻山洞前行。
潮湿阴暗的山洞是蚊子们的栖息地。两人好不容易跑出了山洞，身上被叮满了包，痒痒的，好难受。明一和小喇叭又来到了夜行动物馆，这里面黑黑的，动物们都在安静地睡觉。一间大玻璃屋里有几棵大树，树上长满了大叶子。明一好奇地用手电筒照过去，那些大叶子受到了光的刺激，突然飞起来了。原来是蝙蝠，受惊的蝙蝠往玻璃上撞，吓得明一和小喇叭嗷嗷叫着逃了出去。明一和小喇叭狼狈地跑出了黑黑的夜行动物馆，迎面走来了明一的爸爸和妈妈，后面还跟着小喇叭的妈妈小美以及他的爷爷。原来是小美爷爷通知了他们的爸爸妈妈。妈妈，妈妈！明一和小喇叭惊魂未定地扑进了自己妈妈的怀里。咱们今天先回家，等做好文明参观动物园的功课后，再来动物园游玩吧。明一的妈妈说。那爸爸也要来哟。明一看着爸爸，一脸认真的表情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小朋友们，小胖叔叔在这里给你们一个安全小贴士，请认真听哦。参观动物园一定要有大人的陪同，参观动物园要按规定购票，不要随意给动物投喂食物，不要用小棍子、石头触碰动物，不要大声喧闹惊吓到动物，不要离动物太近，不要使用闪光灯拍照，以免惊扰到动物，不要拍打玻璃，以免惊扰动物，尤其是夜行动物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你们学到了什么吗？是不是要遵守游玩的规则呢？好了，再见。